刘启生于汉惠帝7年，公元前188年。当时他的父亲刘恒还是地处边陲的代王，母亲窦氏仅是代王的妾室。他在刘恒诸子中排行居中，原本与皇位无缘。命运的转折发生在高后8年，公元前180年。这一年，吕后病逝，周勃、陈平等功臣铲除诸吕，迎立代王刘恒为帝，是为汉文帝。刘恒即位后，代王后所生的4个儿子竟相继病死。就这样，原本排行居中的刘启，因为成为事实上的长子，于公元前179年正月被立为太子。母亲窦氏也成为皇后。被立为太子后，刘启逐渐显露出刚烈急躁的性格。汉文帝时，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京朝见，陪伴刘启饮酒下6国旗。刘贤自幼在楚地长大，养成了轻佻骄矜的个性，与刘启为齐路争执时态度极不恭敬。年轻气盛的刘启一怒之下，竟拿起棋盘砸向刘贤，不料将他当场打死。汉文帝大惊，只得派人将遗体送回吴国安葬。吴王刘濞悲愤交加，怒道：天下都是刘家的，死在长安就埋在长安，何必送回吴国？于是把遗体又送回长安。从此，刘濞对朝廷心怀怨恨，这也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最初的祸根。登基与削藩。汉文帝后元7年，公元前157年6月，汉文帝驾崩，太子刘启继承帝位，是为汉景帝，尊祖母薄姬为太皇太后，母亲窦氏为皇太后。景帝即位后，立即提拔自己的老师，时任太子嘉令的晁错为内史，不久又升为御史大夫，位列3公。晁错敏锐地意识到诸侯王势力的威胁，尤其是吴王刘濞，他因丧子之痛怨恨朝廷，又私自铸钱主盐，招纳逃犯，谋反之心已昭然若揭。晁错极力主张削夺诸侯封地及削藩。他尖锐地指出：今削之易反，不削之易反。削之，其反急；或小，不削；反迟，或大。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，先后削夺楚国的东海郡、赵国的常山郡，并决定削夺吴国的会稽和豫章2郡。景帝乾元3年，公元前154年，吴王刘濞见朝廷动手，联合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胶西王刘昂、济南王刘辟光、在川王刘贤、胶东王刘雄渠，以诛晁错、清君侧为名，正式举兵反叛。七国联军声势浩大，向西进攻梁国，史称七国之乱。晁错之死与平叛战争。面对叛军压境，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攻打吴楚联军，派郦骑攻打赵国，派栾布攻打齐的叛军，窦婴屯兵荥阳为后援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朝中发生了令人唏嘘的一幕。晁错的政敌袁盎向景帝献策，只要斩杀晁错，向七国谢罪，叛乱自可平息。景帝沉默良久，最终说出了那句宣判恩师死刑的话：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不会为了爱惜他一个人而向天下谢罪的。10多天后，景帝指使丞相陶青等人弹劾晁错，将其腰斩于长安东市。晁错穿着朝服，被骗上行车，行至中途，终未宣读诏书，当场处斩。然而晁错的死并未换来和平。校尉邓公从前线返回报告军情，景帝问他：晁错已死，吴楚罢兵了吗？邓公如实回答：吴王谋反数十年，诛晁错只是借口，臣担心天下士人从此都不敢再向朝廷进言了。景帝这才恍然大悟，但为时已晚，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周亚夫。周亚夫不愧为一代名将，他采取坚壁不出、断敌粮道的战略，先后在夏邑、淮北大败吴楚联军。吴王刘濞兵败逃亡，被东越人所杀；楚王刘戊兵败自杀。前后仅3个月，七国之乱就被彻底平定。战后改革，巩固中央集权。平定七国之乱后，景帝趁机大力削减诸侯王的权力，
他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，天子为治吏，收回亡国的官吏任免权，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，剥夺诸侯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，仅保留其实租税的经济特权。经过此次改革，诸侯王国实际地位降为郡级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至44郡，大大超过了诸侯王国。经济与法律延续文景之治。在内政方面，景帝继续推行父亲的黄老无为之治和与民休息政策，轻徭薄赋。景帝即位当年的5月，便下令将田租由15税1减为30税1，从此成为西汉定制。乾元2年，公元前155年，他又下诏将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推迟3年。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汉昭帝时代。重农抑商，景帝多次下诏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，允许居住在贫瘠土地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处垦荒，并将皇家土地长陵田租给无地少得的农民。他还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，禁止内郡以粟喂马，确保粮食供应。马政建设，为应对匈奴威胁，景帝大力发展养马业，扩大北地、上郡等边郡的马院，鼓励民间养马，官府马匹发展至40万匹，为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。法律改革，景帝进一步完善文帝的刑法改革，减轻笞刑对身体的伤害，修正肉刑废除后出现的执法不公问题。他还要求对人心不服的案件重新审理，以免冤狱。外交政策，对匈奴，景帝继续执行和亲政策，但同时加强边防，在边境设立官市与匈奴贸易。对南越，则继续安抚政策，维持和平。宫廷斗争，废立太子的暗潮。景帝后期，宫廷内部围绕储君之争上演了一场权力游戏。景帝最初的皇后是博氏，是祖母薄太后的族人，但无子且不受宠。乾元4年，公元前153年，景帝立长子刘荣为太子，刘荣的母亲是骊姬。此时，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将女儿嫁给太子刘荣，却遭骊姬拒绝。因为刘嫖经常给景帝进献美女，骊姬早已心怀怨恨。刘嫖大怒，转而与景帝的另一位妃子王志结盟，将女儿许给王志之子胶东王刘彻。从此，刘嫖不时在景帝面前诋毁骊姬，夸赞刘彻。他甚至诬告骊姬让宫女用巫术诅咒景帝宠爱的妃子。景帝逐渐对骊姬心生厌恶。一次，景帝病中试探骊姬：我100岁之后，你要善待其他妃子和他们的儿子。骊姬不但没有答应，反而口出恶言。景帝彻底失望，但隐忍未发。乾元6年，公元前151年，薄皇后被废。王志暗中唆使大臣奏请立骊姬为皇后，以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为由进言。景帝勃然大怒，认为这是骊姬在背后操纵，于是诛杀进言的大臣。于乾元7年，公元前150年，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。同年4月，景帝立王志为皇后，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。2年后，被废的临江王刘荣因在宗庙土地修建宫室的罪名被召至长安，遭到酷吏治都严刑审讯，最终自杀身亡。一代太子就这样沦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。名将之死，周亚夫的结局。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，但他性格刚直，不懂揣摩上意。在废太子刘荣一事上，周亚夫极力反对，从此与景帝产生矛盾。后来，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兄长王信为侯，景帝与周亚夫商议，周亚夫以非刘氏不得王，非有功不得侯的祖训为由反对，景帝默然不悦。一次，景帝在宫中设宴招待周亚夫，故意在他的桌前放了一大块肉，却没有放筷子。周亚夫心中不满，回头叫人取筷子。景帝看住他，笑着说：这还不能让你满意吗？周亚夫脱帽谢罪。景帝刚说
起来！他便快步离去。景帝望着他的背影，冷冷地说：这个愤愤不平的人，可不是将来年轻皇帝的臣子啊！不久，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从公关那里买了500件皇家用作陪葬的甲盾，被人告发谋反。朝廷官员审讯周亚夫时，他拒绝回答。景帝得知后大骂：无不用也！下诏将周亚夫交给廷尉审理。廷尉责问他为何造反。周亚夫说：我所买的都是陪葬品，怎么能说是造反？廷尉竟说了一句千古名言：君侯纵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周亚夫这才明白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他绝食5日，吐血而死。历史评价：功过参半的复杂帝王。后元3年，公元前141年正月，景帝病重，为太子刘彻主持加冠礼。不久，他病逝于未央宫，享年48岁。遗诏赐予诸侯王列侯马匹，官吏黄金，百姓百钱，放出工人归家再嫁，葬于杨陵（今陕西咸阳渭城区），谥号孝景皇帝。历代对景帝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。